近日，美国智库披露，即便不使用军事力量，中国换个手段也能统一台湾，而这种神奇的手段便是封锁、包围、封锁、切断能源路线。所谓封锁，实际上就是动用力量从各个方面围困台湾，让台湾动弹不得。相比于冲突激烈的直接热战，封锁相对温和，能花最小的力气达到最好的效果，迫使台湾当局放弃抵抗。对付台湾之所以能用这招，首先是因为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。台湾是一座岛屿，四面环海，且面积有限。岛屿最怕封锁，因为岛屿本身无法与陆地产生强联系，只有通过海洋才能与各地沟通交流。如此一来，只要堵死海路，再锁住天空，岛屿便再无退路。巧的是，中国大陆同时拥有强大的海军与空军，具备完成封锁的基础条件。其次，台湾的漏洞实在太多，对外依赖程度极高，岛上的能源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台湾大力发展工业，工业对能源有着天然的需求。从1999年到2019年，台湾的能源消费足足增加了 47.6%， 数字惊人。除了工业部门外，台湾致力于打造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，又大力发展新型农业，这两个大项目对能源的消耗同样巨大。在产业建设之余，台湾岛上还生活着众多普通老百姓，这些老百姓的生活都离不开能源，就连台湾引以为傲的服务业也与能源息息相关。近年来，台湾更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高科技领域，推动芯片制造。台积电在屡创佳绩的同时，也烧掉了不可生计的能源。台湾需要大量能源，可偏偏台湾是个岛，资源数量极其有限。无奈之下，为了维持产业与生活的正常运转，台湾只能从外部进口能源。倘若只有一两项能源短缺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但可怕的是，台湾能源几乎处处缺，能源版图千疮百孔。比如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台湾的煤炭资源便已经全部开发殆尽，失去了自主掌控煤炭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煤炭消费量的年增长率却飙升到了 2.6%， 因此台湾地区的煤炭全部来自于进口，直到今日依旧如此。石油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，尽管台湾目前仍有一定的产油能力，但在庞大的需求面前，这种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目前台湾的石油对外依赖度约为 99%， 光是2021年台湾进口的原油便将近4000万吨。天然气更是台湾的能源短板。天然气分为两个种类，即自产天然气与液化天然气。近年来，台湾自产天然气的产量断崖式下跌，从1999年的8万多立方米，直接降低到了2019年的1万多立方米。自产天然气不够用，就只能依赖外来的液化天然气。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，台湾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增加将近 8%。在可预见的未来里，这种趋势不可能停止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只要不回归祖国，台湾的能源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，且只会继续恶化。台湾先天不足，不具备能源开采的基础条件，岛上现有的能源总有用完的一天。到了那时，台湾的能源危机便成为了一个填不满的黑洞。2016年，蔡英文当局提出了2025非核家园目标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能源转型之旅。然而，历经7年，这场转型至今仍未显现出应有的成果，就连转型排头兵高雄都表现不佳，深陷泥潭。实际上，台湾的能源问题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，凭借着台湾自身的条件，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克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能源成为了台湾最明显的软肋之一。台湾的煤炭主要进口自澳大利亚、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，而石油则来自美国、沙特阿拉伯、阿联酋。天然气又要仰仗卡塔尔、俄罗斯、马来西亚等国。由此可见，台湾能源不仅高度依赖进口，且没有稳定而安全的合作者。除了能源之外，经济也是台湾的软肋。另有高招，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。在经济领域，台湾常年发展外向型经济。所谓外向型经济，指的是主要依靠出口贸易的经济模式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台湾出口失灵，那么经济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崩溃。而说到台湾经济，就不得不提到大陆。
近年来，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贸易逆差数字惊人。2019年，两岸逆差超过8000亿，一年后，该数字飙升到9700亿。到了2021年时，两岸贸易逆差已经高达11083亿。台湾水果是大陆买进的主要物品之一，台湾盛产凤梨、芒果、莲雾等。然而，大陆农业发达，也具备生产这些水果的能力，并非一定要从台湾买。既然如此，大陆又为何非要买台湾的产品呢？答案非常简单，大陆一直在明里暗里帮扶台湾经济发展。大陆经济体系完整，自成一体，但台湾经济结构失衡，在贸易领域根本离不开大陆。咱们依然以水果为例，先前为了防治虫害，大陆曾禁止进口台湾水果。消息一出，台湾果农顿时坐不住了。大陆不买台湾水果，台湾果农的收入顿时腰斩，对岛内民生产生了巨大冲击。除了农产品外，芯片也是台湾出口的大头。台积电是台湾的重要企业，在全球芯片市场中占据着一定份额。大陆从台湾进口芯片，发展制造业，台湾从中获益。目前来看，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。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仍然是台湾占了便宜，因为台湾掌握的是技术，而大陆拥有的是市场。技术可以学习，但市场不可改变。大陆是全球芯片需求最旺盛的地方，且这种需求正处于持续攀升的状态中。全球芯片企业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而尤为看重大陆市场。在采购芯片时，大陆拥有充分的选择权，并不是非台积电不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陆仍然选择台积电，依旧是出于爱护之心。台积电就算技术再强，倘若没有人愿意出钱购买，那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此前，台湾方面有声音指出，台积电应该尽量摆脱对大陆的依赖，转而开拓欧美市场，从而削弱大陆经济封锁的威力。这条路表面看着可行，实际上却是一条死路。台积电高估了自己在世界芯片制造业中的重要性，它并非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企业。芯片制造本就是欧美国家的强项，又何必专门向台积电进口？多此一举。就算这些企业想要开拓亚洲市场，那么也有日本与韩国的诸多芯片公司挡在台积电前面。尼康与三星的芯片制造实力无需多言，台积电不一定能在与日韩的竞争中占据优势，但是唯有中国大陆会给予台积电优惠政策。这些优惠政策并非是出于经济考量，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因素，更蕴含着两岸和平、国家统一的殷切期待。倘若台积电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那边着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另一方面，大陆自主制造芯片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。近年来，大陆芯片产业链逐渐完善，高端芯片制造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大陆进口芯片的数量将大幅度减少，实现自主生产。台湾有可能失去客户，可大陆却永远不会缺少卖家。在二者的关系中，究竟孰强孰弱，恐怕一目了然。进一步说，如果农产品与芯片的出口接连失利，那么台湾的经济必将陷入低谷。只要对台湾展开出口封锁，台湾经济便摇摇欲坠。一旦经济出了问题，岛内的各种矛盾便会爆发，无需解放军动手，台湾便会从内部瓦解。由此可见，大陆有无数种方法对付台湾，但时至今日，大陆依旧对台湾秉持着包容的态度，始终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，热切盼望着台湾重回祖国怀抱。但是，倘若台湾不懂珍惜，那么大陆也绝不会手软。无论如何，祖国必将统一。